不要让糟糕的一天变成糟糕的一周。别人只需要不到5秒就能毁掉你的一天。如果不小心，这种负面情绪会蔓延成一整周。重要的是要学会放下，这样你才不会错过这周剩下的好机会。今天我们想和你分享一些特别的东西。在过去的30多年里我经历过成功，也遭遇过失败。我有过明智的决定，也犯过让人后悔的错误。现在我想把这些年积累的智慧，那些用时间和经验换来的领悟，分享给你们。第一条，培养你的意志力。如果你无法长时间保持专注，就永远无法发挥你的最大潜力，也无法超越你的竞争对手。因为如今是一个充满干扰的时代。如果你能保持专注，而且努力的工作，就能远超其他人。今天你不妨拿这个视频来测试一下自己。如果你能不跳过任何内容看到最后，而且真正深入理解我说的每一点，那么你已经超越了大多数人了。第二条，你提问的质量决定了你未来的成功。我收到很多的私信，虽然我尽量回复每一条，但常常要筛选出有价值的。我想大多数成功人士也是这样。比如说，如果你的信息以“嗨，你在忙吗？我能问个问题吗”开头，你就已经错失机会了。另一个常见的是“嗨，我们能聊聊吗”，这样也不会有好结果。相反，花点时间好好的思考你的问题，认真的组织你的语言，这样做你就有可能得到更有意义的回答。记住，你提问的质量直接影响你得到的答案的价值。第三条，享受过程，而不是关注最终的目的。就像我经常说的，幸福是一段旅程，而不是终点。这意味着精彩的旅程的起起落落会永远伴随着你，而目的地呢，只是转瞬即逝的一刻。所以永远珍惜旅途中的每一个经历。第四条，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，如果你没有花钱，那就是在花时间。从小我就知道，这世界上的一切都是有代价的。如果你想要什么，你就需要赚钱去买。我相信很多人经常看到广告说某某东西是免费的，这些免费往往最终花费最大。因为如果某样东西没有花你的钱，那很可能是在花你的时间。你可能听过“时间就是金钱”这句话，那再正确不过了。年轻时你觉得时间多的是，但往往不够重视它。别浪费时间，因为不知不觉间，你就会像我一样30多岁了。第五条，不要总是等到有灵感的时候才开始行动，直接开始就对了。灵感有时候就是很难等到，要坐着等到那个啊哈时刻，那只会让你进展很缓慢。相反，开始朝着你想做的事情迈出一小步，你可能就会惊讶地发现，一旦你开始投进去了，那么动力就会随之而来，让事情顺利地发生下去。所以不要想太多，开始行动，看会发生什么事情吧。第六条，做一个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。我知道获取知识很重要，特别是在学习阶段，但是你要始终努力让自己创造的价值大于获取的价值，否则最终会浪费自己的时间和精力。第七条，对于正在奋斗的人要友善对待，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们未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。很多次我都低估了一些人的潜力，后来却发现他们通过善待每一个人，支持每一个人，最终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。所以即使你不确定他们发展方向会怎么样，善待他们也能帮你积累好的人缘。如果他们将来有成就，一定会记得你的。第八条，观察大多数人在做什么，然后做相反的事情。我花了好多年才鼓起勇气辞掉朝9晚5的体制内舒服的工作，开始创业。当时我已经习惯了按时领工资的生活，也接受了现状。但是后来我意识到还有另一条路可以选择，我很感激自己勇于尝试。如果你跟大家做一样的事，就会得到一样的结果，所以要拒绝平庸。第九条，永远不要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。如果你对某一个人有意见，那么直接和他当面沟通，要么就别说了。
你可能会觉得在别人听不到的地方说别人的坏话，这是一件很酷的事情，但这只会让听的人觉得你现在在说别人的坏话，那未来你会不会说他们的坏话呢？第10条，允许自己犯更多的错误。其实我现在大部分的成功都来自于我的失败经历，真希望我能够早点明白这个道理。只要勇于面对失败，就能带来进步。所以要记住，如果你从不失败，说明你还没有尝试更多。第11条，一次专注做好一件事情。事实上，不存在真正的多任务处理系统，因为这样做只会导致多个任务都做不好。所以给自己时间，不受干扰的完成一件事情，相信我，这样你会获得更多的成就。第12条，不要追求做最好的，而要追求做唯一的。你可以通过学习看似不相关的技能，并将它们结合起来实现这一点。比如 Steve 乔布斯呢，就把他对书法和设计的热爱与科技相结合，创造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苹果公司。当时只有他在做这件事情。第13条，如果你不喜欢某一件事情，就去改变它。如果你无法改变它，那就调整你的态度，永远不要抱怨。我以前也爱抱怨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我发现80%的人并不在意你的问题，剩下20%的人甚至希望他们也有你的问题。即使你的世界正在崩塌，抱怨也不会带来任何的积极的改变。我不是说你不能表达自己的感受，但要记住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，很少有人关心你的问题。第14条，要聪明的工作，而不是埋头苦干。我们这一代人见证了彩电、iPhone 和 ChatGPT 等革命性技术的诞生。令人惊讶的是，我们这一代人中间的很多人，他们都不像我，他们选择排斥新技术，让聪明的工作变得很难，就像 ChatGPT 一样。但是如果你掌握了它，那聪明工作和创业从未如此简单。比如看看现在最热门的电商行业，它可以无限的扩展，还能让你获得工作和财务自由。第15条，假设你能从遇到的每个人身上学到一点东西，那就非常不错了。我承认我在年轻的时候很自负，以为自己无所不知，但现在我回想起来，意识到当年的自己有多么笨。我很清楚，10多年后回顾现在的自己，也会有同样的感受。即使30多岁了，我每天都在学习新的东西。所以如果我是你，我会跳过那个自负的阶段，对新的知识保持开放的态度。即使是从比你们更年轻的人的身上学到任何的东西都可以。第16条，永远不要不尊重长辈。我知道有些表面上年纪大的人可能很无趣，但是毕竟他们经历了很多。如果你愿意花时间倾听他们的经验可能会帮你避免很多的错误。当然，如果你不同意我的话，你也不必听我的建议。不过，我只是希望你能够以开放的心态去倾听，然后做出自己的决定。第17条，总是主动的付账单，这是给男士们的建议。虽然听起来有点老派，但这是绅士风度的一部分。主动付账单是一个小小的举动，表明你在意对方。当然，如果你总是主动付账单却得不到任何回报的话，那就不对了。第18条，学会说 no。如果你真的没有准备好，承认需要更多的时间，或还没准备好接受某件事是可以的。虽然人们常说假装知道成功，但如果你确实无法及时弥补知识差距，聪明的选择是拒绝，而不是冒险接受超出能力的任务。第19条，以你希望被认知的方式来展现你自己。想想你希望给别人留下什么印象，然后有意识的朝这个方向去努力，包括你的着装、说话方式、社交媒体发布的内容，甚至你的举动，把它想象成从头开始的打造游戏的角色。第20条，永远不要把拒绝当成你自己有问题。无论是求职面试还是其他的事情试着从对方的角度来看问题，利用反馈让下次做得更好。把拒绝看作自己的问题只会阻碍你自己的成长和进步。第21条，
向持有不同意见的人学习。很多人被困在社交媒体里面，无法接受自己的观点被挑战。记住啊，你能从每一个人身上学到东西，所以啊，仅仅因为在某件事情上意见不同，并不意味着你就不该听取他们的意见和建议。第22条，永远都不要迟到。准时是对他人时间的尊重，也表明你可靠且值得信赖。提前到是准时，准时就是迟到，迟到就是不可原谅。第23条，找到比金钱更有意义的动力，这来源于你的价值观。拥有坚定的价值观，意味着无论别人说出多少钱都无法收买你。这些价值观是你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妥协的原则。我的一个原则就是把家人放在首位。如果某件事情不符合我的最佳利益，我绝对不会去做。所以啊，找出你热爱的事物，并且坚持下去，这会让你赢得更多的尊重。第24条，让愿景而不是恐惧去驱动你。害怕的人总是担心失去现有的东西，永远看不到足够远的未来去建设些什么。第25条，善于利用你的优势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优势和特长条件，重要的是识别它们，并且利用它们。独特的优势啊，可以是特定的技能、人际关系或者生活环境。认识到你天生擅长什么，或者你拥有别人可能没有的机会，并利用这些特长来获得领先。第26条，别买太贵的名牌车。在20多岁时，这是一种浪费，买便宜但可靠的车就好。我见过有一些年轻人，他就突然有钱，把钱花在豪车和奢侈品上。当然，短期的成功后挥霍很容易，但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持续的积累财富，这才是真正的牛人所为。第27条，不要拿自己和朋友来比较。我们都有自己的人生道路要走，只要你比过去的自己有进步，就说明你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。如果你坚持这么做足够长的时间，回过头来看，就会惊讶于自己已经走了多远的距离了。关键是要一步一步来，不要被别人在做什么分散你的注意力。第28条，不要让糟糕的一天变成糟糕的一周。别人只需要不到5秒就能毁掉你的一天，如果不小心，这种负面情绪会蔓延成一整周。重要的是要学会放下，这样你才不会错过这周剩下的好机会。第29条，一定要还清信用卡。我必须提到这一点，因为它太重要了。如果你不能每月还清你的信用卡，就是在浪费钱和损害你的信用分。要聪明的处理，养成按时还款的习惯，这个好习惯会伴随你的一生。第30条，有工作总比没工作好。失业会严重影响一个人的心理状态，所以即使唯一能找到的工作是每小时10元的洗车工作，你也要去做。这不仅仅是为了工资，更是为了走出去，与他人互动，通过工作来提升自尊，说不定万一还能交到好朋友呢。第31条，在投资前一定要做好自己的研究。我见过大多数的人在糟糕的投资上面赔钱，通常是因为他们没有花时间来深入研究这件事情。即使你觉得你可能会错过很多大的机会，也要确保先做好功课才开始。如果有人催促你现在赶紧投资，这往往是一个危险的信号。第32条，做一个讲好故事的人。讲好故事是一个重要的能力，无论是和朋友闲聊，还是想给未来的商业伙伴留下印象，一个好故事都能够抓住别人的注意力，让你的观点更容易被记住。所以更真实的方式与人去建立联系，而且这是个有趣的方式来表达你的想法，在任何场合都能够给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。第33条，不要为别人而活，不要让讨厌你的人左右你的选择，或者让你不敢做你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。如果朋友或者家人强迫你从事一个你不热爱的职业，好好想想你的处境吧。你不会想着一辈子都在一个讨厌的工作上，相反，要专注于打造你自己理想中的生活。第34条，制定可靠的工资的支配方案。首先用50%来支付基本需求，
比如说食物呀、房租、水电费。其次呢，要将20%存入到高利息储蓄账户来作为应急的资金。第三个，用30%来偿还高利息债务，比如说信用卡和汽车的贷款。第四一旦还清债务，要用25%来投资指数基金来增长你的财富。第五，拿出5%来做一些风险投资，比如说股票，因为这是更高效赚钱的机会。第35条，没有把一切都规划好，也不是世界末日。每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在摸索着前进。我花了很多年才意识到这一点。大多数人都只是在尽力过好生活。我曾经觉得没有上研究生是一个劣势，但随着认识的人越来越多，我明白我们每个人都是尽自己最大的努力，每天学习，每天犯错。你永远不可能知道所有的事情，所以最好从现在开始，在前进中摸索。第36条，退休可能感觉遥不可及，但它终究有一天会来。现在就开始为退休投资。我知道很多人说投资不值得，因为1年只能获得很少的回报，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大局。快速的赚钱当然重要，但同样重要的是让一部分钱通过被动增长为你的退休而做准备。第37条，现在努力工作，为将来轻松生活。现在轻松，那就意味着你将来要承担更多的后果。生活常常感觉颠倒。年轻的时候，你只想休息、旅行和玩乐，但通常缺乏资金。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你的优先事项变成了追求安全感、稳定性和舒适的退休生活。你最终可能会实现这些，但往往是在辛苦工作长达多年之后，一直工作到你60多岁才能实现退休。如果你在20多岁的时候就努力，抵制冲动，就能打下坚实的经济基础。这样到了30多岁，生活就会轻松很多。我就是这么做的，这段旅程真的很精彩。第38条，早上处理困难的任务。我很喜欢做待办事项清单，但以前的方法是错的。我以为完成的项目越多越好，这导致我先做所有简单的任务，虽然看起来很有成就，但更难的工作就一直拖着。后来我就改变了策略，优先在早上先处理困难的任务，这样在最有效率的时候先完成它们。重要的是一旦完成了前3个最艰难的工作那后面处理起来轻松的事情就简单了。第39条，照顾好你的背部。如果总是弯腰驼背，到了30多岁就会出现问题。背部真的很重要，背部问题会严重影响到工作效率，因为它会让你难以完成任何事物。这就像牙痛一样，但不像牙痛那样快速的缓解。第40条，别为与众不同而焦虑。你不必融入主流圈子。老实说，我是一个很瘦的人，长相也不突出，说话也很慢，性格比较内向。当你接受这些让你与众不同的特质的时候，你实际上就获得了优势。因为你能接受最真实的自己，而其他人都还在努力的融入他们不适合的模子里面。我的瘦保持了我的健康，我的说话慢让我不会多嘴去管别人的闲事，我的性格内向让我倾向于思考，做出与众不同的选择。好了，以上就是40条我们的建议。如果今天的视频对你有帮助，记得点赞、收藏并转发给你的朋友，让更多人受到帮助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拜拜。